OK， 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。QJ 赛800。哦 ，hold on。OK， 视频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用掌声给到所有的喷子以及键盘侠，在你们这些年不懈努力之下，在网络上重拳出击，QJ 这次终于做了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产品了，好吧？然后其次我还想感谢一下，就是所有的国产厂家啊，这2年做的真的是很不错。大傻春啊 ，QJ 啊。的确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可以做出一些好车来的，好的产品。我们作为中国人选择我们自己的国产车的话，这个没有什么毛病的。我们也支持国产车，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国产车越做越好，好吧？废话不多说，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QJ 的赛800。首先外观，兄弟们，那个赛800的确是有着公升跑车的这么一个大小尺寸。我的赛600停在赛800旁边的时候，的确是小了一圈啊。还有这次的车头也是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外观。我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，喷子们就是同样的设计外观也喷，但家族化设计就是这样呀，别的品牌也是这么做的呀，好吧。然后那个我们喷的高级一点，还有这个车头下面2个这个Ram Air 进气，这个车跑起来的时候。因为前面2个进气，你可以听到那种咻咻的那种声音，很好听，好吧？然后第一批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 QJ， 我们作为老赛6车主的话，我们是知道它这个套路的，后面应该会有。重庆摩博会我们也看到了，52999售价刚发布的时候，下面是鸦雀无声的，并不是对这个价格有什么感觉，是真的太低了。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我毕竟是49999买的赛6，这个价格赛800对我而言就是有点太低了。后期的话，我是希望它给它加个快排啊，或者是把这个配置再增高一点，做个性能版或者赛道版，手把再降低一些。这个发动机加这个车架是可以做到那种赛车的感觉的，所以底子还是不错的。后期是可以再加一定的价格给它升级一些硬件配置的，好吧？这个排气也是挺好看的，这个外观的话挺像那个天蝎的。OK， 还是再次感谢所有的喷子键盘侠。没有你们 ，QJ 不会这么快把这辆车搞出来的。即使搞出来，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有诚意吧？好吧，前避震、后避震、马祖旗都是可调的，根据你自己的骑行习惯可调。它的脚踏也往后移了一些，整个骑行3角都变得战斗了很多。坐高815，本人身高1.77米，穿鞋。我是前脚掌着地。赛6我是全脚掌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这个坐垫中间稍微收的比较窄，整个虽然是815的坐高，但也还算亲民啊。OK， 我们来看看它的仪表。有一说一啊 ，QJ 现在目前仪表在我看来还是在国产档里面算很好看的了。它这个里面也是有运动模式可以选了，这次动力模式有标准和运动。我们先用标准试一下，然后它的 ABS 调教里面，公路、越野是可以把整个 ABS 关掉的，好吧？我们先用公路模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叫越野模式啊。蓝牙、胎压、仪表、主题、亮度、信息、时钟、单位。单位的话就是你可以用kilometer 公里和这个英里，好吧？仪表稍微跟赛6相比有一定的变化啊，本来这个位置是油量，现在油表在这个位置了。这边现在是小 G 里程啊，总里程。OK， 这个上面也有 TC， 看到吧 ？OK， 这一代的点火也非常的顺畅，听，快不快？还有这一代的油门，它虽然是拉线油门，但它给到的感觉跟电子油门一样，稍微给一点它就有反应。这一代的仪表迟滞情况也好很多，现在有空档保护了，你要挂到1档才可以把转速拉得高一点，在原地轰的时候。怎么样？我们骑起来感受一下这辆车吧，好吧？
首先先感受一下它这个一档怠速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平顺了。哦，这款发动机还是调教的很好的。给油走。首先，我们来聊一下这款车的骑行姿势啊。骑行姿势，你可以从我的这个视角能发现，原来赛6骑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个油箱其实还有可能在我视觉的这个角度，但我现在用这个，现在赛800的话，我整个人就比较靠向它的车头了，因为首先它的屁股位置抬高了，脚踏的位置也后移了，整个人变得更向前倾了啊，整个骑行姿势就战斗了很多。它的手把也是偏低的，比原厂的赛6都要低一点。声浪我们不着急听，我们待会去那个隧道里面给大家听一下。有些人关心这个车的车重啊，作为赛6车主的我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款车的车重要轻了很多。它虽然在数据表上面跟赛6标的那个重量差不多，但我们知道那个赛6的虚标程度有点过高了。赛6在我看来应该有个220多公斤，这款车标207公斤，应该是实打实的。它上来给到的体感就非常的轻了，好骑很多，真的好骑很多。它不是一款车。我们知道赛600用的那个车架其实是最早的龙6的那个车架，它是一个街车的车架，它的重量控制啊，包括它变成仿赛以后，它的操控感并不好。但赛8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仿赛啊。这款4缸机的行驶感受的话，稍微有点震，它的震动感。怎么说？就原地怠速的时候，它的手把都是有点震的。它骑起来以后到5、6千转或者7、8千转以后，整个手把的震动感跟脚踏的震动感都是比较明显的。这款车，想买这款车的朋友，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。前双碟刹的 Brembo， 整个刹车质感、手感都是非常好的。车身的轻盈程度就高了很多了。这款车在3档的情况下是可以翘头的，动力非常猛。当然试驾的话我就不翘了，我们安全一点。怎么样？骑这一段感觉声浪如何？它的这个声浪跟赛6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具体哪一个好听呢？因人而异吧。但是反正这个声音不差的。这款车，当你移到座位的最后端趴下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了。它的这个油箱的夹持感显得还纤细了一些，赛6就比较壮实，但它从座位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纤细的。兄弟们，我们知道钱江中国好声音，这个从很早我们就知道，听过这个名号。OK， 那么现在它用到这款发动机了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声浪如何。兄弟们，这个车是可以1档破100的。感觉声浪如何？它整个那个怠速的那个声音啊。我个人感觉比赛6要好一点，要整一点。你们听，这我们知道赛6它的那个声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，或者有点碎，这个要整很多，特别是低频的这个声音。你们现在可以猜一下1档极速是多少，打在弹幕里面。OK， 我们来试一下。